这一波观众惨遭背刺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毁灭日的确登场了，但矿井里的存在另有身份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第2季前景提要。斯莫维尔小镇频繁发生地震，这和矿井内的东西有着直接联系，而它也造成了超人的交互感知。为了找出真相，克拉克和约翰再次联手，超人悬停在这颗蔚蓝星球之外，仔细聆听着地球上的一举一动。他想要到矿井下方一探究竟。随着他逐渐接近，交互感知也愈发强烈，严重时甚至让超人失去了行动力，丝毫不减速地坠向了大地。克拉克不能强行接近矿井，自己越是逼近便会越是虚弱。他很想做点什么，可现实不允许他去做。众人搞不清楚下面的东西什么时候还会爆发，约翰便打算闯一闯龙潭虎穴，亲自下到矿井内一探究竟。如今面临个棘手的情况，国防部全面接管了矿井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，而克拉克又不愿意对安德森坦白实情，他担心后者会让异能学校那群孩子介入此事。何况国防部和超人的关系变得复杂，克拉克更不能让他们知道下面的东西会弱化自己。如此一来，路易斯便只能叫爹了。还在度假的山姆接到了电话，退休以来他不过问任何事情，全身心投入到了钓鱼之中，修身养性。得知了女儿来电的目的，山姆只能试着想想办法找找关系，在那之前只能静候佳音。自从拉纳决定要竞选市长后，全家人都为他忙碌了起来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拉票演讲，他紧张之余还担心起了重视问题。拉纳是小镇第一个女竞选者，人们的第一印象怕只有她无法胜任。居民到齐，拉纳把提前备好的演讲词流利地说了出来。他想在未来给大家提供一种无利息贷款方式，用来帮助小镇的事业发展，同时居民们也能以家庭农业为条件申请这笔贷款。想法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晦气的。早在摩根艾奇来这之前，斯莫维尔就有过贷款福利，可人们万万没想到那是反向贷款。玛莎便是因为他丢掉了肯特庄园的产权，好在克拉克卖掉了大都会的房子，才把老宅子赎了回来。有过前车之鉴，人们自然不会再相信拉纳。更有另一个问题在影响他，那便是摩根。摩根的事让拉纳一家成了过街老鼠。虽然这事表面上已经翻篇了，但不少人内心依旧在埋怨他们出师不利，拉纳已经打了退堂鼓。果然呢，做事不能凭一股脑热血就上啊，他还是把问题想得太容易了。但凯尔的积极性不减反增，他死活要给老婆推上市长的位置。同时，乔纳森坐球队冷板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队里的菜鸟前些日子被教练重视，现在又可能被派在主力位置上，男孩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。乔纳森甚至怀疑这家伙嗑了药，而弟弟的烦恼还是那件事儿，心仪的女孩驳嘴了别的女孩。娜塔莉倒是有个建议，萨拉如此坦诚相待了，乔丹也是否该说出自己的秘密，否则迟早有一天萨拉也会像乔丹现在一样。阿力邪教组织的事也在进一步发展，这让路易斯很头疼啊。可屋外的吵闹声好像更严重。原来几分钟前，乔丹找到父亲商量了一下，关于自己能不能把身份对 Sarah 坦白这事儿。克拉克肯定不答应啊！且不提身份曝光对家庭有多大危机，单让 Sarah 知道这个秘密，就会让女孩万劫不复。这是克拉克作为一个长辈理性的看法。但乔丹才15岁，他只愿意相信自己遇到了真爱，爱他就要告诉他 QQ 密码呀。父子俩便是因此吵了起来，甚至这个过程中克拉克有些失控了，以至于他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。路易斯把孩子们送去了学校，这才回来和克拉克说起此事。乔丹有了情绪是难免的，暴露身份这事儿克拉克的确很生气，但并不至于对儿子发飙，那情绪就好像不是自己的。乔丹到学校也蔫了，对于萨热的主动他也是爱答不理。一是因为他没法这么快想通女播女这事儿，二是他无法坦白自己的身份。两者情绪让乔丹不知如何面对萨热。乔纳森一直在调查着菜鸟变强的事儿，他在女友坎迪斯那边听说了真相，菜鸟几周前的确是整了点药，当时他看见了却并没有多想，而且坎迪斯再三声明那东西肯定不是违禁品。有了实锤后，乔纳森更气愤了。山姆很快赶了过来，并且托关系拿到了一张工作证，有了他，约翰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到矿井内部。作为一个退休老干部，山姆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，而克拉克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他只能回学校继续当助教。上午会已经割了一次了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能缺席啊。他和约翰都走后，路易斯才对父亲说起了邪教的事儿。路易斯和妹妹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，他希望父亲能联络一下露西，让他们姐妹见一面，彻底解决下邪教的事儿。但这个关系网是复杂的，路易斯想见露西聊聊邪教的事儿，山姆其实并不想接这根线，因为小女儿当初差点因为这事儿挂了，而路易斯和露西的感情又一直有障碍，这就导致山姆这个老父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呢。球场上，
蔡吉的表现优秀，脸上写满了这天下皆灰也。乔纳森本不想理他，哪知这货主动上来挑衅，张嘴就是青铜交王者。乔纳森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他直接讽刺菜鸟是个药片催化怪。后者被揭了秘密，也是口吐芬芳啊，更是直言那药就是坎迪斯卖给自己的。这种隐瞒让乔纳森的一腔怒火被瞬间点燃了，冲上去与蔡吉扭打在了一起，直到克拉克和主教练拉开了两人才算停手。克拉克还刻意装作弱不禁风，休息室里他教育儿子不许随便打人。男孩有气，一两句话让克拉克再次失控，这次比上次更加严重，热视线都憋不住了，他只能让儿子退远点，然后把所有怒火发泄到手心上。乔纳森害怕了，他不熟练地驾驶着卡车，一路把父亲送回了家。Wow, Rageaholic strikes again. This was different! Oh. Boys, go upstairs. We'll talk about this later. Now. 乔丹随口一句吐槽，又差点让克拉克失控。克拉克这一天的感受就是不受控制，情绪会自动爆发出来。山姆听闻建议他对国防部坦白，一旦超人失控，得让军方有所准备。不过约翰那边还没有消息，他们还不能这么早下定论。然而这话让娜塔莉听到了。此时约翰借助工作证顺利通过了福克纳的审批，两人各自宣誓要找出真相。但福克纳的目的并不简单，下到矿井一路深入，约翰发现 X 课石上有着血迹，顺着血迹探去，两人见到了之前爆炸的深坑。但此时的约翰并不知道爆炸的事儿，他是通过 X 课石上的胶痕判断出的真相。可为时已晚呢，福克纳背后偷袭打晕了他，再次给那个神秘人打去了电话之后，就准备二次爆破，彻底释放下面的东西。娜塔莉担心起了父亲难为，这时乔纳森走过来让他放心，两人的父亲都喜欢伸张正义，他们自然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儿。听说娜塔莉打球有一手，两个孩子就切磋了一下。路易斯依然是陪伴在克拉克身边，克拉克理解孩子被家长怒吼的心情，感觉就像是毁灭日了。 This thing, feels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's coming up. Now's not the time to go all doomsday on me. 他给两个孩子道了歉。乔纳森的事儿简单，性格也直爽，他只提出让父亲教自己开卡车，之后就把那事儿忘了。但乔丹的问题比较麻烦，克拉克单独和他聊了聊，鉴于自己不能打击孩子的信心，克拉克便想出一个办法。1年后，如果乔丹对萨若感情依然没变，那当爹的会考虑坦白身份这事儿，因为他清楚生活是最变化莫测的东西。山姆迟迟没有收到约翰的回复，他只当对方下得太深，丢了信号，也就坐边上跟女儿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他以前成为工作狂，绝大部分原因是孩子他妈。山姆需要高强度的工作来忘却对方的抛弃，以至于对孩子们少了许多关怀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爱自己的女儿，只是等山姆意识到需要多陪陪他们的时候，路易斯和露西已经长大了。这下午他思前想后，决定为两个女儿牵根线，这也是山姆早就想做的了。克拉克与路易斯他们总会让问题迎刃而解，但好事不长久，坏事连续来。克拉克的交互感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，他知道下面的那东西出来了。正如克拉克所感应的，那家伙冲出矿井，无视军队的所有攻击，好似是一个不屑搭理脚下蚂蚁的老虎。事情严重前，克拉克感到了对方本能反应就是进攻。约翰这时才缓缓醒来，知道外面的情况后，他直接远程启动了战甲。克拉克与对方的战斗十分焦灼，可以说他根本就是被单方面的暴揍啊。就在大超被压制的时候，约翰的战甲到了。红太阳的能量一股脑发射，但敌人有防护服，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反观约翰被打飞100米，几乎失去意识。不过他的攻击破了甲，敌人露出了半边脸，他的真面目被克拉克看到了。随后两人同时产生了感知，在克拉克还没有缓过劲儿之前，对方就已经飞走了。矿井内的东西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克拉克。几人排除了二重身和平行宇宙的来历，但可以确定那家伙属于克星人。因为约翰的红太阳攻击有效果，山姆本想通知安德森让国防部提前做好防范，却被克拉克阻止了。伊能学校那群孩子来了就是送死。虽然约翰表了态，他会帮助克拉克解决对方，但仅凭两个人到底够不够还是个未知数。乔纳森有着心事儿，他不想一个学期都坐冷板凳。乔丹本想放弃去找萨拉好好陪陪兄弟，但乔纳森再三表示让他别耽误，乔丹也只能先走一步。
Sarah 给母亲想到了一个拉票的方式，那就是通过短视频分享她淳朴的生活，用这种方式告诉斯莫维尔，她就是个平凡的主妇，并不是想用政治手段坑害小镇。很快，凯尔告诉女儿有人来访，乔丹拿出了一枚项链，乃是奶奶送给爷爷的礼物，寓意着只爱一人。乔丹借此与 Sarah 修复了关系，虽然女方犯了错，但他愿意真诚坦白。乔丹能咋的？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。而乔纳森偷偷找上了坎迪斯，他也没有想过指责女友，此行来就是想搞点让自己能变强的药物。娜塔莉也望着父亲的战甲，他知道约翰不是钢铁之躯，他会受伤也会流血。娜塔莉是要让父亲别去管这件事儿，但约翰却表示这个世界需要他的帮助。这一点娜塔莉也想到了，所以他没有再问，决定和父亲进一步强化战甲。路易斯准备去和妹妹见面了，他心里忐忑不安。克拉克很会安慰人，他意思是露西又不是摩根，对露西可以心存希望。于是路易斯出发了，他等了很久很久，然而来的这个人却让他表情巨冷，那正是邪教头头阿力。而比扎罗一路飞到了孤独堡垒，他卸掉了防护服，露出了与超人一模一样却又完全相反的战衣。接下来比扎罗准备偷塔了，怎么说呢？前2集一直在暗示他是毁灭日，因为很多设定都是照搬了超人之死的漫画，所以猜测他是毁灭日也是理所当然。可万万没想到编剧来了个背刺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个人从小父母双亡，长大后他成了蝙蝠侠，可突然有天他摘下了面具，露出了克拉克的脸呢。比扎罗没什么好说的，原设定是超人和莱图的孩子，没有繁育，直接 DNA 克隆，他的一切和超人是相反的，热视线变冷视线，冷冻吐息变火焰等等啊。比扎罗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杀死超人。吃过亏的我不会再相信任何表象，改编就是乱编，如果乔纳森最后成了蝙蝠侠我都信的。这一集钢人变身的画面很容易联想到钢铁侠的浪子战甲，而比扎罗面罩碎裂又像极了 BVS 的重甲老爷。我还是想说一句啊，从矿井里出来时2米几的大高个像极了毁灭日，片尾又缩水成了比扎罗，然后就是士兵啊，扳机都没扣，这枪就自动发射了。想了想，这是科幻片也就释然了，打斗场面也很龙珠啊，别的我想不起来了。我现在只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刺。 My back. Oh, my back. 还麻烦各位告诉我，蝙蝠侠的身份是布鲁斯还是克拉克呀？